有朋友问，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厂商谁更厉害？这个问题有点意思。航司靠厂商造赚钱的家伙，反过来厂商又要靠航司照顾生意，那他俩究竟谁会听谁的？或者用国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，他俩到底谁官大呢？从表面上看，全球两大飞机厂商非常的风光，空客和波音是家喻户晓的公司，就算是北京卖豆汁儿的大爷大妈也知道他们的名字。特别是波音最近质量问题频发，大爷大妈都说总衰飞机。而全球的航空公司多如牛毛，大爷大妈们不见得知道阿联酋、卡塔尔或者是泰国航空，特别是大妈们也不会关心他们的空姐漂不漂亮。但实际上，大型航司往往可以左右厂商的战略。业内最著名的案例是德国汉莎不遗余力地支持波音737-100，并提出了737-200的加长方案，促成了这款经典飞机的成功，帮助波音公司长期占据头号厂商的位置，一举成名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汉莎航空后来放弃了波音737，10年前就全部扔光光，直到现在一架都没有。波音公司从客户意见中受益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常重视客户意见。例如，瑞安航空想要更多的座椅，他便专门为瑞安打造了737-8200，这款飞机很受欢迎，最终也许能售出超过1000架。而波音公司自行决定延长的型号却大多以失败告终，比如波音757-300和波音767-400等，订单都极其的少。在决定研发或者是量产之前，询问航司的意见是飞机厂商常用的方式。决定订购新机型的航司被称为启动用户，享受优惠的价格和特别贴心的服务。例如，印尼狮航启动了波音737-900，全日空启动了波音787，波罗的海航空启动了空客 A220， 都从中受益匪浅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在一些情况下，航司的官要比厂商要大。大型航空公司的订单可以决定厂商或者是生产线的命运，就连俄罗斯也是如此。如果罗萨航空不订购超级100，这款飞机就很难活下去。超级100的质量不好，没有外国公司愿意购买。唯一较大的一笔外销，搞死了墨西哥的 Interjet， 口碑坏了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空客 A380， 当阿联酋航空说不再订购的时候，空客公司无奈地关闭了生产线，上百亿的研发资金化为云烟。好的产品可以让航空公司日进斗金，不好的产品可以让航空公司倾家荡产。阿联酋航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，2023年就赚了51亿美元。其他航空公司难以驾驭的空客 A380， 在他手里成了赚钱利器，不服都不行。所以阿联酋航空的 CEO 说话极有分量，空客和波音都吃不了兜着走。阿联酋航空的 CEO 蒂姆·克拉克是个性情中人，我们之前曾说过，他要造波音的反。克拉克最近又批评波音，他说波音 777X 一再延期，不能忍受，阿联酋航空因此无法退役老旧的飞机，只能对大约200架的大型客机进行翻新，相关的账单要放在波音门口。对阿联酋航空这样惹不起的大刺头，波音和空客一般都是积极赔偿。波音和空客的赔偿相对公道，如果属于自身原因的话，一般都会按照合同赔偿，无论航司的大小。这个时候能不能说航司比厂商还厉害呢？当然也有航司不太积极，不去追讨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一些量化的指标可以轻松对比公司的规模，比如说达美航空有300多亿美元，远高于巴航工业的几十亿美元，但空客和波音的体量更大，他俩的市值都有1000亿美元以上，是人类所有的航司都无法比拟的。所以使用规模对比航司和厂商只能用作参考。说回到航司和厂商谁更厉害，谁官大这个问题上，其实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航司与厂商之间并没有权力约束关系，更像是合作共赢。航司如果不提意见，厂商造不出好的产品，只有产品质量不断提高，两家才能都从中受益。至于说超级100 1296这样只是自顾自的搞产品，然后靠行政命令推销，恐怕要发展壮大还会十分漫长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航司和厂商谁更大呢？
本期就聊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